好吹不过家常菜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鹏。这为什么你们做的白灼秋葵总是不好吃呢？今天阿鹏呀就偷偷告诉你它的详细的正确做法。这样子做出来的秋葵颜色翠绿，而且口感脆嫩鲜美。最关键的是，这个做法能够最大限度保留食材的原汁原味和营养不被流失，营养丰富的同时也是非常好吃的。接下来呀，就跟着视频一起来看一下吧。今天我们在超市花了2块8毛6，买了差不多1斤的新鲜秋葵。这个秋葵呀，我们该怎样去挑选老嫩的？尽量不要挑选太长的，尽量选择偏短一点点，而且颜色翠绿一点的。而且用手给它轻轻的按压一下，不会太硬，会有一点弹性的。我们根据这个方法来挑选，保证你不会买到太老的秋葵。我们将秋葵买回家以后，接着呀，给它倒进一个大一点的盆子里面。然后再往里面添加1大勺面粉，再往里面再添加稍微多一点点的食盐，最后呀再倒满清水，没过秋葵，将其给它浸泡起来。下手把它搅拌一下，让里面的面粉还有食盐充分的化开。搅拌均匀之后，接着呀我们先把秋葵先给它放开一旁，浸泡片刻备用。下一步我们再准备些许的小料。准备大蒜少许，先把大蒜根部切下来去掉不要。紧接着呀，我们再用刀将大蒜给它拍一下，经过拍过以后，可以让大蒜的味道可以更好的释放出来。最后再给它稍微的再切一下，把它切成姜末。全部给刀切好以后，接着先给它装起来。下一步我们再准备老姜1小块，同样的用刀先给它拍一下。让姜的味道可以更好的释放出来，这姜不需要太多的，少许就好了。最后还是同样的，把它改刀切成稍微细一点点的姜末。姜蒜切好以后，下一步我们再准备小葱少许，我们只要葱白就好了，把葱白给它改刀切成葱花。切好以后，给它装在一起备用。最后呀，我们再准备辣椒少许，这辣椒呀少许就好了，不需要特别多的，可以起到一个增色提味、提升口感的作用。我们将辣椒切开以后，再去掉辣椒籽，最后呀再把它改刀切成红椒丝。改刀切好以后，将它全部的装在一起备用。在这里需要注意，这小料以蒜末为主，其他少许就好了。下一步，我们再用高油温把小料进行炝香，让小料激发出香味。炝香以后，开始调味，往里面添加适量的白灼汁，其他调料就不需要放了，这个足够了。然后再用勺子把它搅拌一下，将其搅拌均匀。我们将料汁给它充分的搅拌均匀之后，接着呀，先把它放开一旁备用。下一步，我们将秋葵给它清洗一下，将其给它清洗干净。因为面粉它有很强的吸附能力，我们用面粉先给它浸泡一下，再清洗。这样子的话，就可以很轻松的把秋葵表面的一些灰尘和杂质给它吸附下来。另外，食盐呀，它有很好的杀菌消毒的作用，我们用淡盐水进行清洗。这样子的话，也可以很轻松的把秋葵表面的一些细菌和虫卵清理下来。我们将秋葵给它持续的清洗一小会，清洗干净以后，接着控水捞出，然后再重新的往里面再添加满清水，再继续的将秋葵清洗一下。在清洗的时候，我们要尽量的给它反复的多清洗2到3遍，这样子呀，这个秋葵就清洗的非常干净的了。把它完全的清洗干净以后，接着控水捞出备用。下一步，锅中烧水，往里面添加1大勺食盐，增加汤水的底味。然后再往里面再添加少许的食用油，添加少许的油，可以让焯水后的秋葵颜色更加翠绿，吃起来也会更加好吃。等到汤水完全烧开以后，再把秋葵放进去焯水一下。因为秋葵它是浮面的，所以秋葵下锅以后，用锅铲给它不停的翻动一下。经过不停的翻动，可以让秋葵均匀的成熟。这个秋葵呀，在经过焯水以后，可以去除它的草酸，而且还可以让它的口感更加好吃的。秋葵焯水的时间要稍微的久一点点，大概时间在2分钟到2分半钟左右，直到将秋葵完全的焯熟。我们将秋葵焯水熟透以后，接着迅速控水捞出，
再把它放到凉白开里面，给它浸泡一下，过冷。浸泡2-3分钟以后，控水捞出。接着呀，我们进行改刀一下，先把它的头部切下来，去掉不要。紧接着呀，我们再将秋葵给它对半切开。经过切开以后，可以让秋葵更加的容易入味。把秋葵全部改刀切好以后，接着把它装入盘中，给它摆放好。最后呀，我们再淋上刚刚提前准备好的白灼汁就可以了。就这样子，一道简简单单的白灼秋葵，我们就已经制作完成了。这样子做出来，秋葵颜色翠绿，而且吃着呀脆爽可口，特别的鲜美又好吃。营养丰富的同时，热量还超级的低的。如果您也喜欢的，可以收藏起来，改天也不妨试做一下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的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并转发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